大家好，我是小生叔叔，好久不见了。这阵子呢稍微比较忙一点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如何让我的虾子呢大爆缸。早期在旧的虾场的时候，大家应该有看到有一个缸子放到5、6千只。那搬到这边呢，我依然有去养我的黄金米虾。那很多虾友来问说，我们量尺缸啊、细尺缸啊，到底最高可以养到多少只？其实呢，能养多少是取决于你的操作手法哈。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哦，刚好片头这样子爆缸哦，那一缸我估计现在应该里面有2000只左右，那是一个2尺缸，那它的长是56乘以25公分高，那宽度是45公分。今天让你们新手都可以达到这种的境界哈，就我一次全部把它讲完，那辛苦你们了。那大家来听听看，设备上一定要有鱼缸。然后再就是过滤器，过滤器呢，你用3步过滤水妖精以及圆筒外挂都可以，只要你觉得适合你自己的就好。当然用3步过滤外挂，它吸水口会比较大一点哦，大家记得包一下海绵哦，这样以免小虾被吸进去。准备你的喜欢的底沙，之前有拍过用珊瑚沙、用黑土、用石头、贝壳沙这些底材呢，都可以养活米虾。养像我这个金贝的话哦，那我先用黑土，它对比色比较清楚哦，看起来比较 OK 的。那再来就是开缸哦，开缸可以参考我过去呢有拍了很多的开缸系列，24缸同时开缸的记录，让大家来做参考。那再来就是一个灯具哦，灯具我建议大家一天开到8个小时。灯到底要买多大的灯，多好的灯？我建议就是以瓦数去换算水量，1公升的水量搭配0.7瓦的灯。我是看瓦数，这是我分享我的方式。假设说你的缸子是10公升，那你当然就用7瓦的灯就够了啊。如果20公升，你就用14瓦以上的灯，这样子比较容易帮助导矿滋生的滋生。开缸完成之后啊，我们是要找到健康的虾子。其实很多人的缸子都开得不错，但是因为买到比较不健康的虾，找到一个优良的卖家当然是最好的哦。其实养米虾真的还蛮简单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是，一般爆缸没有什么哦，要爆到这种程度，有一些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食物的营养哦。我们当虾口量这么多，在喂食上就会特别的注意喂食。那我们尽量控制在2个小时内可以把它吃完。再来就是定期的补菌哦，每一个礼拜，我建议每一个礼拜补一次雪花菌，真的可以好好参考 ，CP 值很高。现在许多玩家，不管是养鱼、养孔雀、养异形的，还有养酥虾的，也都用我们这一关。再来就是换水的部分，我们平常在喂食的时候要常常去看我们虾子的状况，比如说活力有没有很急促。如果你虾子过饿的情况下，它的觅食情况是很高的，它会一整天一直爬，而且速度非常的快，那个是虾子很饥饿。那我们丢饲料的时候呢，虾子会有没有瞬间聚过来，我们去观察这个。那换水，我个人建议大概1周到2周，大概换1/3或1/4的水。我们平常在喂食的，当饲料丢进去，你发现今天的虾子，因为天天在看嘛，所以呢，你就感觉出来今天他们的食欲好不好。就像我们平常周边的朋友好一点的人，就去吃东西，你常常看他，你就会知道说他今天的食欲好不好。虾子一样，你一定要感觉出来哦。你会发现说，如果他的食欲突然降低了，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就是80%或90%的换水。换水呢，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在养虾的时候就要准备了要换鱼缸的水起来放了，等有什么大状况的时候要换。那在换的时候就是要注意曝气的水，建议3天以上啊。当然你用 RO 机就不用曝气。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温度，我们要加水进去到我们的缸子的时候，这个温度很重要。你要加快加慢无所谓，但是不要加快加到把整个缸子扬成啦。所以大换水之后呢，我建议你连续加3天的雪花菌哦，雪花菌真的还不错。虾宝其实所有产品都很不错的哦。再来就是我们平常定期补菌，是因为微生物的天敌就是甲壳类啦。那其实我们虾子本身在888治掉一些细菌，补菌呢是可以增加我们缸子的解毒效果，以及让虾子呢也多了一些新鲜的食物。菌呢对虾子来说营养算高，非常多维他命 B 群，那可以增加虾子的免疫力，然后也可以提供宰虾的存活率哦。
我觉得定期补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现在也有很多养猪下的朋友也都爆缸爆得很扯，比如像这个影片，这个已经爆到很扯了，然后早期都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再来就是，当你的虾子爆缸到一定程度，这个时候一定要增加表面积。虾子是拔的，或者是攀岩的，或者是吊单杠的，不管，跟鱼不太一样，所以它注重的是面积。那面积呢，就可以提供很多的虾屋你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像我缸子里面的生化棉，以及竹子还有墨丝，让它表面积让它可以去附着以及去攀，这样子呢，它才有空间再去生小虾。那空间表面积多了之后，消化系统呢也会增加，它会附着在这些有表面积的地方去，那你的微生物也会跟着增加。那陆陆续续不用一次到位，那会随着虾口数增加，我们再来增加这些表面积。我今天就把这缸拆了，大家来看看里面的东西。今天的细节呢，如果你们都有照做到的话，你说你不爆缸，我觉得真的很难除非你真的很水小，都抓到不健康的虾子或者真的很水小，买到很有问题的东西我们的测试已经 N 次，而且也太多人因为看我们影片都养成功了，真的。所以呢，叔叔影片没有很华丽，也没有拍得很好，但是有时候话多一点，但是真的很实在如果你们看到这边，我相信呢，你们虾子应该都已经爆缸了，爆到密密麻麻了。带你们去看我们的缸子咯，那我们来拆缸啦。这个缸子呢，就是我刚刚讲的2尺缸那现在已经占了大概1/4的位置都是虾子。那大部分的小虾都会躲在那个槽里面因为出来之后会被那个大虾当做食物吃掉。这是我所有的摆设，那里面呢有2只水螯精，有很多的墨丝这后面都是墨丝，然后再来就是我放了很多的生化棉。生化棉的效益很大，它可以培菌，因为它的材料是塑胶的，所以呢菌的附着率呢很好。我刚刚撞到缸子，它们全部跳开。那再来我放了很多的竹瓮竹瓮里面呢也会躲了很多的虾子在里面。当我拿下来之后，它就掉下来。下面好几只玻璃短光，这里还有1只，然后旁边还有1只。然后右边这边也有1只，这是为了要增加表面积，我还增加了很多这些骨头，超多的。然后前面这里也有一团墨丝，刚刚被我吓到之后，它全部散开。那我的介绍大概就是像这样的方式去养，要维持它，一定要很勤劳的喂食。我每天早上1餐粉、微生物粉或者是育成粉，每隔3个小时喂1餐饲料，不然小虾一出生就马上被大虾吃掉了。花旦母虾还很多，母虾颜色比较重，那公虾颜色比较淡一点。一般我们在网络上买到的虾或者水族馆买到的虾，几乎都是母虾。那今天这个缸子就拆解完了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生得这么过瘾。生到这样密密麻麻，再来看看其他缸的，其他缸也都是已经爆缸，只是没有爆的这么扯而已。这个缸子是比较原始的缸子，其他缸子我也是一样这些生化棉、海带墨丝，这一缸里面还有很多鳌虾，那隔壁缸也是。我发现米虾非常适合跟鳌虾一起，只是我的草会被它咬乱七八糟。那我们一开始设缸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这缸是我准备要养红的，陆陆续续去增加我们缸子内的表面积重点是让大家如何把米虾养到超级大爆缸。让我们一起大爆缸吧！拜拜。